闻佛音，见佛法，欢迎各位师兄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俗话说，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，确实如此。以下的内容由一位佛友提供。作为一个已有20多年学净土法门的老居士来说，我一直以为自己学了很多，懂得也很多。每次到师父庙里，在师父很忙时，我简直就是师父的代言人。对于同修提出的疑问，我都能答。因此，同修们都尊称我为大师兄。面对同修的赞誉，我都谦虚地说：惭愧惭愧，我还修得很差，但心里却美滋滋的，欣然领受。直到那一天，因送好姐妹桂姐回惠州，在动车站候车室遇到一个高人，我与他辩论一下佛理后，我才醒悟，原来这20多年的所谓学佛修行，全是在自己骗自己的误区中打转，自己在自我陶醉中修了20多年徒劳行还不自知。桂姐是我10多年的好姐妹了，她是特地从惠州到深圳来找我吐苦水，大致是她与丈夫感情不好，几十年来吵吵闹闹到拳脚相加，想离婚终未离成，同一屋檐下却水火不容，剑拔弩张。如今孩子成家令过，两人又熬到了拆迁，分了2套房，一人住1套，扬言各不相扰。本想过几天清静日子，男人时不时来纠缠打闹，她又气又恨又无可奈何。桂姐在我家住了1个晚上，第2天我要送她回惠州，我想好好跟她丈夫聊聊，看看离开车时间还有1个多小时，我们又聊起了学佛的话题。我一边捻着那串已经戴手上10年的念珠，一边说：桂姐，你的老公是你的冤亲债主，你往昔欠他的债，今生才成了你的丈夫。我现在陪你回去，你要跟他忏悔，说一切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的错。以后如果他继续打你，你只管念阿弥陀佛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你修忍辱了，他肯定不敢再打你骂你了。我做不到，我才不会迁就他。桂姐说，此时泪水又顺着她的脸颊滴了下来。那或者你平时就多念念佛，说阿弥陀佛经无量寿经，把念经功德回向给他，自己还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我说，我还按经文里说的，把极乐世界如何美妙向桂姐描述了一番。我只念了2年书，斗大字不识几个，即使按照注音念下来，也不懂佛经说什么呀。桂姐回应道：哦，不要去想经里面是什么意思，我们只管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，将来阿弥陀佛就会接我们去西方极乐世界，那里没有任何痛苦烦恼，只有幸福快乐，所以你一定要念佛。这时旁边一位女士插话问，那只要念一句佛号，阿弥陀佛就来接起走，什么条件都不要呀？那去西方极乐世界太容易了呀。我一听有人感兴趣，就回应，你说的太对了，只要你愿意念佛号，阿弥陀佛慈悲众生，一个不留统统接走，你只要念佛就能成佛，到达彼岸。这位大姐，您现在就带我们念念佛号好吗？见女士如此主动要念佛，我不禁心生欢喜，连忙说好啊。我环顾一下候车厅，又说我们轻声念，不要影响其他人。我们今天改一种方法念佛。女士说，如何改？我问。我们捏紧鼻子1分钟，不要呼吸后，开始观想阿弥陀佛，然后念佛。女士说，这是什么念佛法？我从来就没有这么念的呀。但出于礼貌，我还是按照女士所说，用右手紧捏鼻子，屏住呼吸，开始观想阿弥陀佛，轻声念佛。1秒、2秒、3秒，我忍。我第一次这样屏住呼吸念佛，我发现我的整个注意力已无法继续集中在阿弥陀佛像了。才一会儿，我感觉已心烦意乱，根本无法继续念佛。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就松开鼻子，畅快地呼吸起来。大姐，祝贺您还能坚持38秒，请问您刚才能一心念佛吗？原来女士让我念佛，她自己却不念，偷偷用手机在给我数秒呢。你大概不是修净土法的吧？念佛就好好念，轻轻松松念，哪有这么念的？我开始有点反感这位女士了。大姐，您现在只几十秒就无法念佛了，那临命终时呼吸停止，
四大分解，八苦交加，如何做到心不颠倒，意不散乱呢？被女士这么一反问，我有点懵了，不知如何回答。我想我可能遇到高人了，否则他怎么知道我刚才无法念佛？如果我们临命终时无法一心不乱念佛，那阿弥陀佛会来接我们吗？女士问。女士的提问震撼住了我。我回想起这么年来，每逢同修临终，我都会去助念，几乎每个被助念者都重病昏迷，失去意识，有的甚至大小便失禁。他们那时候能念佛吗？曾有一个同修因车祸住院，我们去看望他，他的伤口刚做过手术，正在床上哎呦哎呦的叫痛。我对同修说，师兄，赶快提起正念念佛呀。师兄说，我也想念，但伤口如此痛，念不来呀。那时我只以为是师兄的信愿不够，才念不来。今天见识了这种奇特的屏息念佛法，我才知道自己当初误会师兄了。难道祖师说的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错了？我突然问。祖师说的没错，问题是如果没有真正修行，万缘放不下，还哪能一心不乱念佛呢？错在现代一些所谓的名法师过分强调念佛，而忽略了教佛弟子如何修行；错在我们自己过分迷信这些法师的说法，被所知障障住了。女士的这句话犹如一个重磅，狠狠敲到我脑门。后来我们又围绕是否可以带业往生，什么叫净土世界，什么叫菩提心等等佛理做了交流。我发现自己20年的所学在女士面前根本不堪一击，只2、3句话，不是被问倒，就是被问得哑口无言。果然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。比如我总以为我每天念1万遍佛号，再忙早晚课也不间断，经常放生做好事，捐一捐钱给灾区，建寺建庙捐功德金，我就是在修行，就能解脱成就了。但女士告诉我，做好事行善不是真正修行，而真正的修行是要依照8基正见的次第来修的，还要修双七之菩提心，同时光修行还不够，还要学法。女士说，如果只要念一句佛号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释迦牟尼佛还要我们修什么十善、4无量心、6度万行、发菩提心、行菩提道，干嘛呢？那岂不是诽谤释迦牟尼佛不慈悲，故意捉弄我们佛弟子吗？我完全被怔住了。我学佛20多年，反复听某个全世界著名的法师的光碟开示，这些佛理听都没有听过，这完全颠覆了我原来的认知。我很好奇，更急切想知道他的知见哪学来的，真是与君一席谈，胜读10年书啊！你说的有道理，光念佛是去不了净土世界的，要有法，但在哪里可以学到真佛法呢？女士笑容可掬回答道，是祖报身，佛已经降世娑婆，给我们带来了解脱成就的真实佛法。佛陀座下解脱成就的弟子有名有姓者比比皆是，人身难得，要学就学佛陀亲说法义，恭闻佛陀法音，依教奉行，成就快捷，解脱何难啊！动车开始检票了，我赶紧与这位女士交换了手机号，相约去她佛堂恭闻佛陀法音。通过坚持恭闻法音，我才明白自己为什么学佛20年没有真正受用，还真应了那句话，方向不对，一切白费。看来20年我修了好多徒劳行啊！事实证明，女士并非什么高人，只是因为她遇到了真正的佛法，而我以往所学只是貌似佛法，是被一些所谓这名法师用自己凡夫意识篡改了的佛法，当然学而无有受用，自然不堪一击。原来贵姐才是我的贵人，我在候车厅所等候的竟然是如此殊胜的法缘。原来我登上的是一个快速成就的如来正法列车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这位佛友分享的所见所闻，其实是想传递给我们一个道理，即使是念佛，也不应有任何执着。虚云老和尚就曾教导他的弟子说，念佛的人也不应太执着，否则还成了毒药。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的名号，是因我们无始以来的习气深厚，妄想难除，故借这一句佛号来做个主杖子，念念不忘，久而久之，则妄念自除，净土自现，何须他求呢？
还望各位师兄静心反思一下，这样的执着是否也发生在自己的身上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聊到这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